木齐大火背后都是因为风控害死人，这下引爆全中国白色革命越演越烈。没想到四川的宜宾几乎复制一模一样的惨况，消防车也被围篱给卡住，死伤如何目前并不明朗。大家都在问习近平会不会因为这一次遍地的白纸革命退让解封了呢？别想了。不但没有丝毫改变，甚至还出现了这恐怖的景象。网络疯传，在广州居然要全城封控，民众如惊弓之鸟啊，连夜逃出广州，人潮车潮挤爆国道，多可怕呀！没有错，导播，我们先给大家看第一个画面哦。第一个画面，因为广州要封城了嘛，可你很难想象对民众的怒气有多大。你知道我们讲的这个白纸革命讲究是什么？是这种宁静的革命，对不对？拿着一张白纸没有干嘛，可问题是这已经到了这种暴动的程度啦。这是广东民众朝警察丢玻璃瓶啊，你就知道丢玻璃瓶会丢的话，砖块会丢，石块会丢，甚至到最后汽油弹都有可能会丢，就知道这个中国民众这个抗议啊，已经进入到这种暴力的抗议了。这个抗议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。好，那你敢丢玻璃瓶的话，中国的公安敢什么？敢发催泪弹。看这个下个画面，这个画面就说：好，今天不是我欺负你们哦，是你们看有丢这种武装的东西吧？有丢瓶子，有丢哦，这边把烟了有没有？对，你看我就发催泪弹来打你。然后让你呢强迫去驱离啊，然后呢，现在呢，再看下个画面，现在有大批的武警是做什么？穿着这个防疫服啊，你看，一般来说我们讲大白都是医生或护士，对不对？可你看他手上那什么？他是盾牌啊，他除了有盾牌，所以他们是军警吗？他们就是武警嘛。你看到大批的这种拿着这个盾牌的这个大白，一路往前走，迈着这个整齐划一的步伐，他们干嘛？透过人数的优势去冲撞这个所谓的抗议的民众嘛？防疫怎么会变震爆的现场呢？对啊，就表示说整个中国真是太不得民心了。这是在看下一个画面哦，你看有非常非常多有男生啊，有女生都上铐，你看，被带走，就变成是说他们除了去做政报之后，也开始抓人。抓这种手谋啊等等的，那可是好了，你今天你的警察敢那么强硬，我的民众就更强硬。导播，我看下个画面，下个画面是什么东西呢？广州市卫局就开始干嘛？他们不打车，不砸店，他们砸什么？砸核酸亭的。哦，这个过去没听过的事。他们最痛恨的就是核酸亭啊。一般我们像美国啊，很多的地方抗议打砸抢，都砸车子啊、砸商店啊等等。可你看他们砸核酸亭，很明显什么？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风控是非常非常生气的。他们认为首恶就是核酸亭，所以现在因为广东现在传出要封城了嘛，非常非常多的人，大批的人往外跑。导播给大家看这个画面，因为现在要封城了嘛，所以有大批的广州民众连夜往外面跑。你看这个，坦白讲，我觉得我可以想象他们心中的焦虑是什么样子。还没有过年呢，这个你只有春运也没有像这么夸张的画面吧？过年大家就上去买票，有票就买，没买票真没买的就留香过年。他们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去啊，就像以前古早时期买这个候补票，然后呢有车子有来我就上车，没来我在等下一班。可问题是来回没，你可能会错过啊。他们干脆把所有的行李细软的带到车站这边就地睡觉，反正我每班都等，终有可能会等到我，所以就知道他们是有多么担心在整个里面被封控的状态。所以一切的一切，乌鲁木齐那把火变成了全境蔓延的白纸革命。你没有想到，看完上海就头皮发麻，人数更多的广州这个地方，居然传出全城要封了。连夜要逃离广州，这个也太可怕了。对，所以说刚刚我们一系列看到这种打砸抢都是在广州，可中国官方到底面对这个状况，他要做什么呢？比如说，你看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央视3大官媒连发7篇文挺清零啊，然后呢，大家就一看就知道完了，真的完了。你中国看到那么大、那么严重的状况，还是要清零？没有要退让的意思，没有要退让嘛？正常的一个民主政府看到这种状况，都会去修改自己政策，对不对？可是因为中国没有什么选举问题，说清零就清零到底。更有趣的是这个画面，这个画面现在在网络上疯传。这个画面是什么呢？是这个中国国务院开的这个所谓的防疫记者会。就你看这个记者竟然因为什么都没宣布，记者一般要做会计、做笔记，对不对？之后才好发稿嘛，之后 SNG 连线才好连线嘛，而且只写了一行字，这行字是什么我都不注意到的。我今天记者会做到屁股都疼了，结果从头到尾只有一行字，为什么？根本什么讯息都没有。你知道这场记者会聚集了多少双眼睛等着他发布？因为记得吗？昨天还听说国务院要退让了可能会局部解封，这个是晴天重磅的消息。
没有哎，这跟我们前2年在讨论疫情一样啊，这个 run down 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就一喊武汉肺炎，这个有一点类似，就是这个状况，结果呢，好，这些都那么乱，对不对？你中国要介入，中国要怎么抓人？中国现在既然用了它的健康码。用了钓鱼来去抓人，怎么用健康码抓人？我先这样讲，健康码是这样，健康码原始设计是假设巨匠哥你确诊，对不对？那我是不是跟你接触过后，我也变红码，对，我变高危险群，对不对？那他怎么呢？假设你是异议分子，对，我跟你接触，我也变异议分子，是这样吗？异议分子就等同是染疫病毒在身的概念，对，因为这其实他都可以计算得出来，因为他背后都有大数据、人工智能在做判断。比如说，巨匠哥，好，你是异议分子，已经被锁定了。是，你在晚上同时跟20-30个人在某个固定的集会，是，所以固定不动30分钟、40分钟，那不就是商讨这种抗议反国的大计吗？所以我们也全部都变红嘛。那我们呢，回过头会慢慢扩散哦，又可能是你的下线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子是有完没完啊，所以。他为了预防性的抓捕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但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更让人担心的，因为真相未明，观众朋友，我们要给大家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这把火，因为封控，救护车、消防车进不去，死了至少10个人。那把高楼大火余悸犹存，居然这么强的既视感，四川又来一把火。对，我们现在看到是四川宜宾的画面啊，这个四川宜宾的也是发生火灾啊。发生火灾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个消防车，奇怪，你不进去救我，在外面排站，烧成这样子。现在传出来啊，就是因为封控的过程中门也被焊死了，所以车子进不去。但我要先讲，这个消息还没有被证实，只是网络上疯传而已。所以到底呢，会不会是之前乌鲁木齐的悲剧在四川宜宾再次上演呢？我们密切观察。好，我们看到中国的封控。清零，把经济的元气都清掉了，结果呢，下场就是人民吃草，唯独这几个人在吃饱。他们是谁呢？他们是专门做 PCR 核酸检测，一个被称作沙皇等级的这个人，现在居然被踢爆，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黑心商人呐！对，我应该是先这样讲，因为中国是这样，那你有民怨，对不对？民怨一定需要出口，民怨只能通过疏导，不可以压制。那目前呢，中国整个官方已经定调，清零政策没有错。核酸政策没有错，那到底谁错了呢？他们就说，就是那些黑心的核酸公司有问题啊，抓出来，乱捅鼻子，把你捅到那么痛，就是他们技术不好，黑心啊！你们的绿码变红码也不是我们的错，是这个黑心的核酸公司乱登录。所以你看到中国既然有250家做 PCR 的检测机构，并会造假被整顿啊，所以你看中国其实这是很巧妙一个国家，就是说，我们这清零是应该做的，那大家会莫名其妙被封控，莫名其妙被限制，就是因为有这250家这个败类坏蛋，明明你没事，我还把你弄成红色，我们要整顿他。好，这勉强说得过去。可有趣的事情是，这250家的核酸公司啊，都被整顿完之后呢，偏偏有一家叫做深圳核子基因，不仅没事，还准备上市。没事还要上市，那这家公司怎么了吗？大家都觉得它的背景比天还硬啊！什么意思呢？状况是这样，因为他常常出包，他出包非常非常多次，因为有非常非常多人抓包是，我明明就是没事的，我 PCR 出来也是阴性的，可是我忽然红码，那个健康码就变红色，为什么？因为打字员 key in key 错，所以一直出包，一直出包。照理来说，这家公司也应该进入到这250家这个严打的行业里面，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老板叫张和子，然后呢，他其中一个大股东叫张三三，这一看起来就是亲戚。那因为张和子这个人比较低调，一般都不知道他是谁，可是张三三就有名了。张三三他的爷爷啊，是以前中国的开国将军呐，而且他也不止八路军，后来当到将军。他当了将军之后呢，还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发，对于中国发明核弹有非常非常显著的贡献。官3代啊，所以你看这个所谓的核子基因里面呢，有非常非常多公司都是由张和子跟张三三交叉持股。张和子里面有30家，张三三有37家，所以他等于是这个所谓的中国核酸界的沙皇。拍谁？那些有事是因为你背景不够硬，背景硬的不出事，而且还可以上市，通天的本领。所以风控多少？狗屁倒灶见不得光的是假汝之名而行，但人民承受的是经济下行的痛苦。是因为这个是这样子啊，因为我们在经济下行，我们讲过太多了。可是你看包含非常多外汽车厂提供，这压力就很大。本田汽车啦，
重庆的3叶汽机车啊等等，全部都封控住嘛，对。其实我一直在谈这种封控哦，除了对中国人民来说很不人道之外，对于外企、对于中国的投资环境会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嘛，甚至包含中国自己的公司也很惨。中国今年有50万家的餐厅阵亡，你很难想象50万家餐厅代表不是50万个家庭呢，他一个餐厅如果里面雇10个员工的话，那就是500万个家庭呢，所以光餐厅就倒了50万家。然后呢，北京哦有一家饭店违规结婚宴，遭5部门处罚，负责人遭拘留，房子被拆，这也很夸张。哇，连房子都给拆了，这很夸张了，因为是这样，因为现在都不能结婚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群聚，那就不要你群聚的意思。对，不要你群聚。可是我已经饿了好几年了啊！我北京被封控，我下面很多人要养啊，所以很多人就铤而走险说，好啦，那不然我结婚宴，我们低调一点，不要放鞭炮。可是被抓到的时候，我不止处罚你，我不止关你，我还把你房子拆掉，你就可以知道整个中国非常非常惨。邀请您一起加入57爆新闻会员，跟俊相一起挖真相。